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我们也会发现，过去可行的法则在如今好像不太奏效了。如果我们固守以前的做法，学习只靠死记硬背，只关注古代历史、诗词和文化，这样的方式对于活在当下的我们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因为真正让我们受用的，往往是那些无论社会如何变化，都能帮助我们应对万变的思维方式。升级自己的思维方式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提高我们的竞争力和应对各种挑战的能力。想象一下，有2个年轻人，小明和小强，他们从小一起长大，背景和经历都相似，然而他们的思维方式却截然不同。小明习惯于按部就班的生活，缺乏主动性和创新思维。他相信只要按照父母和老师的要求去做，就能过上安稳的生活。因此，他对于新事物和新挑战总是持保守态度，不愿意尝试和改变。而小强则不同，他善于思考和探索，他喜欢尝试新事物，能够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他经常主动学习新知识和技能，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竞争力。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你认为谁会脱颖而出呢？许多传统行业逐渐衰落，新兴行业不断涌现。小明发现自己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他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也逐渐落后于时代。相反，小强凭借着敏锐的洞察力和创新思维，及时适应了社会的变化。他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能力，积极寻找新的机会和挑战。他成功地转型到新兴行业，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最终，小明因为无法适应社会的变化而陷入了困境，而小强则因为不断升级自己的思维而获得了成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升级自己的思维对于适应社会变化、提高竞争力和实现个人成长的重要性。只有不断学习、思考和创新，我们才能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那么，如何升级自己的思维方式呢？升级自己的思维方式以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是一项重要的任务。但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帮到自己呢？其实，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升级。首先，接受多元化和包容性。我们肯定有留意到，之前国家决定试行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对一些国家的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单方面免签政策。对此，很多人会担心让外国人来中国会不会损害中国的利益。但是与推动开放相比，这些事情对整体影响较小，而且国家也有相应的对策。如果因为担心而放弃多元化的开放推动，只会让自己陷入被动。在现代社会中，多元化和包容性是越来越重要的价值观。我们需要理解和接受不同的观点、文化和背景，以便更好地与他人合作和解决问题。就像全球的大公司一样，他们招聘的人才来自不同的背景和文化，公司鼓励员工们互相学习和交流，建立一个多元、包容的工作环境。这种环境不仅促进了创新和创意的碰撞，还加强了公司与全球合作伙伴之间的联系。所以，我们也可以从他人的角度理解问题，学习别人的经验，开放自己的思维，不断升级自己的思维方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变革的社会中脱颖而出，实现个人成长和成功。但是，当一个科技公司面临市场变化时，拥有适应性和灵活性的能力非常重要。华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面对市场冲击时，华为快速调整了战略，从单一产品转向提供多种解决方案，并重新定位了目标市场。这种适应性帮助华为渡过了难关，并成功地吸引了新的客户。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适应新情况、新角色和新挑战的能力非常关键。这需要我们具备自我调整和自我改变的能力，以及不断学习和成长的心态。另外，人际交往能力也是现代社会中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虽然在人人都有手机的时代，社交需求似乎减少了，但其实那些火红的产品都具备社交属性，比如微信和小视频。人际交往能力包括倾听技巧、
表达清晰、协商和解决冲突的能力，能够有效地与他人沟通、合作和建立关系。良好的人际关系能为我们提供支持和网络，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挑战。因此，我们不能忽视自己的人际交往技能，可以减少无效社交，但不能不懂这些社交技能。此外，学习创新和创造性思维也是适应未来社会的重要能力。我们需要学会面对问题时采取新颖、独特和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创新和创造性思维能够帮助我们解决看似棘手的问题，有时候一个简单的创新就能产生巨大的影响。这需要我们具备不断探索和学习的心态。此外，注重自我发展和个人成长是保持竞争力的关键。我们需要不断学习新知识和技能，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通过读书、参加培训课程或参与社区活动等方式，我们可以不断扩展自己的知识和视野。同时，反思自己的经验和错误，从中学习和成长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如果在项目管理方面存在不足，可以通过参加相关的培训课程来提高自己的能力，这样才能够具备成功领导重要项目的能力。自我发展和个人成长是为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的关键。在全球化加速的背景下，培养全球视野和文化意识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全球视野指的是对全球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趋势的理解和关注，以及跨越国界、理解和关注全球发展动态的能力。培养全球视野有助于个人和组织更好地适应全球化时代，提高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了解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习俗，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与他人合作和交流。综上所述，适应性和灵活性、人际交往能力、创新和创造性思维、自我发展和个人成长、全球视野和文化意识是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生存和成功的关键能力。我们应该不断努力培养和提升这些能力，以适应并发展在变化中的世界。如何提升你的智慧水平？我们必须明白，真正的智慧是基于经验积累的，因为它并非与生俱来。如果我们想成为一个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人，就必须在学习中不断地进行思考、探索、实践。那些愿意探索新的领域并能深入思考自己所经历的事情的人，他们都拥有获取智慧的可能性。你可以通过不断的学习，评价自己的经历并验证自己的知识，从而提高自己的智慧。如果你不清楚该如何操作，简单来说，请按照以下12种方法操作。1、探索新的观念。如果你每天都在家里做相同的事，那么培养敏锐的洞察力会变得非常困难。与此相对，当你将自己置于新的环境和地点，鼓励自己去学习、犯错误，并对自己的经验进行反思，你的智慧会得到提升。当然，如果你是一个有自我设限的人，那么你应该努力培养好奇心，并尝试将自己置于一个新的环境中。每次当你探索新的领域时，你都会毫无保留地面对学习新知识的机会，并因此获得更高的智慧。比如说，探访那些你之前从未踏足过的地方，确实是一个扩展你眼界的绝佳方式。在旅行中，人们会发现，很多人都喜欢在旅途中寻找新的事物，或者寻求新鲜的体验，比如去看电影、旅游或参加聚会等。与其选择在你最钟爱的餐馆用餐，不妨考虑尝试不同的餐饮选择。如果你不了解自己的兴趣，那么就应该去了解那些对你来说非常重要但却并没有真正体验过的餐厅。只要条件允许，我们应该选择新颖的事物，而不是过于熟悉的。参与新的社交活动也是一种有效的拓宽视野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原来周围有很多人都喜欢运动。例如，如果你对运动有着浓厚的兴趣，那么你可以考虑加入一些露营或骑行的团队。通过这些互动，你有机会获取更丰富的新知识。2、努力将自己从舒适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如果你在做某事时感到犹豫，那么首先行动并迈出第一步是最佳选择。当你面临一个令人不安或令人恐惧的情境时，你不仅会变得更加坚定，还会更容易做好应对下一次恐惧的准备。
每当我们真心地停下脚步，勇敢地面对恐惧的邂逅，这都为我们注入了动力、勇气和自信，使我们有能力去完成那些我们曾认为是不可能的任务。比如说，如果你对在公众面前发表演讲感到害怕，那么你应该首先培养与各种陌生人交流的能力。如果你觉得自己很笨，那么就要多练习说话。当你觉得自己难以掌握某一技能时，可以全心全意地投入，从最初的努力开始，迈出初始的一步，以适应心理变化，后续的过程将会变得更为轻松。3、尝试与你不熟悉的人交谈，与你有不同背景和观点的人进行对话，以探究你能从他们那里吸取哪些教训。尽可能避免仅凭自己有限的视角来对某人进行评判，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视角和想法，即使是同一个人，也可能有着完全不一样的看法。如果你能站在他们的角度去分析和思考，你的智慧会得到提升，因为你可以拥有更丰富的思考方式，并理解每个人的内心世界。与你进行对话的人也在分享你的个人经历，致力于构建新的联系，而不仅仅是简单的交流。每一次与他人的互动都有助于你对某人有更深的认识，拓宽你的世界，并在这一过程中，你的智慧也会相应的提升。4、始终保持一个开放的思维方式。与其对不太熟悉的议题进行评判，更好的方法是从多个角度进行思考，并努力去深入理解它们。比如，我们可以在阅读时发现问题或想法，也可以用不同的语言表述出来。鉴于我们的有限生活经验，我们很容易形成自己的观点，但这并不是我们获取知识的途径。你无法改变你成长的环境或与某人共同成长，但你有权选择你对各种文化的认知水平。在做决策时，不应基于他人的观点或某事物的受欢迎程度，要考虑到你对这件事情是感兴趣还是不感兴趣。在你做出决定要相信什么之前，先进行你个人的深入研究，全面了解问题的各个层面。5、抓住教育的机遇。若你渴望掌握新知识，上课无疑是其中最为高效的途径之一。你所参与的课程可能需要进入大学学习，但也有可能是不必要的。你可以选择那些有针对性的培训，比如在当地开设讲座或组织一些小型活动来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你可以考虑你所处的地方，看看是否有相关的培训或研讨活动，努力让自己完全沉浸在这些活动中。毫无疑问，独立学习和传统的课堂教学同样具有益处。你有机会通过阅读书籍和在互联网上搜索学习视频，然后跟随有能力的人进行学习，一边实践一边学习。比如说，如果你有意愿掌握一种全新的语言，你既可以选择报名参与某个课程，也可以自行完成。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有很多人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了解语言。寻找一个专门使用该语言的组织，对用该语言发布的文学创作进行研究，并进一步前往该语言的实际应用场景。6、寻找具有深厚学识的导师。在你的人生旅程中，是谁赋予了你智慧？它就是我们常说的情商。智慧具有多种不同的形态和规模，它既可以是一个普通的环卫工人，也可以是路边摊位的师傅，或者是大学里的教授。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有潜力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指导者。思考一下，你觉得你能从他或他那里吸取哪些教训？你是否知道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人？你有哪些生活中的选择和行为可以作为参考？如果你是一个学生，你是否想过自己也有一些重要的想法和做法呢？尝试思考，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中，他或他可能会采取何种行动。这样的思维方式将使你的智慧得到提升。7、仔细阅读你手里的所有东西。不论你所阅读的内容如何，阅读都是一种有效的方式来理解他人的观点，都会给自己带来很多启发和帮助。通过阅读，你可以获得一些你无法直接体验或获得的知识。在早期，你需要学会深入思考，深入探讨那些备受争议的议题。通过深入研究各种话题，你可以获得形成合理观点和做出明智决策所必须的专业知识。8、意识到每个人都有犯错误的倾向。当你积累了知识和经验，
你会意识到那些你视为导师的人存在他们独特的不足。要克服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学会接纳他人，避免对他人抱有过高的希望，因为他们的失误可能会使你感到迷惑和反感。尝试去理解人们的本性，这包括避免将他们置于自己之上，并愿意接受正面和负面的事物。当你所敬仰的人犯下错误时，不应感到震惊，而应以平和的心态去接受。因为每个人都是有感情和情感的，而每个人又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情绪。与其在某人情绪低迷时对其进行贬低，不如努力展现对他们的同情之心。9，在新环境下，你应该保持谦逊的态度。当你置身于一个全新的环境或新的事件中，不论你的智慧有多高，或你的生活经历有多丰富，你都会觉得自己处于一个模糊的对错边界，不知如何是好。不要假定你能明确地知道在新的情境中应该如何行动。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否真正了解事情，从多个不同的视角去审视各种情况，进行深思熟虑或送上祝福，然后根据自己的良心来采取行动。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和想法，这是你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接纳你的局限性无疑是最理想的选择。了解你所面对的挑战，并最大化地运用你的决策，但不要展现出你所了解的远超过你所知道的。学习如何保持谦逊。10，在决定采取任何措施之前，先仔细思考你的决策。在做出决定之前，应该给自己更多的时间来仔细考虑各种情况。要想做得更好，首先必须学会权衡各种问题。在做决策时，你需要权衡自己的经验和他人的意见，以确保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当你处于需要援助的状态时，请果断地去寻找援助。如果你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人，那么就应该向他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向你视为聪明的人寻求建议。即便是来自你真心信赖的人的意见，也应当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终究，仅有你有能力明确哪些事物最符合你的需求。11，希望能从过去的失误中学到教训，成为一个更出色的人。即便是经过深入思考后得出的结论，也有可能是不准确的。如果你曾经犯过同样的错误，就会经常地重复这样做，直到找到正确答案为止。对每一次新的体验进行反思，思考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如果你能意识到自己正在犯错误，那就会更有效地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当你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请寻找新的信息，这样下一次在类似的情况下可以使用。12，培养全球视野和文化意识。随着全球化的加速，我们需要培养全球视野和文化意识。什么是全球视野呢？就是指一个人对全球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趋势的理解和关注，以及跨越国界、理解和关注全球发展的动态的能力。培养全球视野有助于个人和组织更好地适应全球化时代，提高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了解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习俗，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与他人合作和交流。同时，全球视野和文化意识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全球问题和挑战，以及如何在其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有时候，一些风口就是无意中出现在这些时候，例如现在的 AI。当然，要做到这些往往并不容易，但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拥抱变革并积极应对挑战。未来社会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变化，我们需要具备应对变革和挑战的能力。这需要我们具备适应性、创新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持续学习和成长的心态。所以说，升级自己的思维方式很重要，这样才能够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水平。那么，不管外界怎么变化，你都可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了。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我们会发现，以前行之有效的规则现在似乎不再适用。如果我们固守以前的做法，学习就只是死记硬背，只知道4大发明是什么，清朝是如何灭亡的，还有熟练的背诵古诗，那这些方式对我们活着而言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仅仅是为了存活而已。真正让我们受益的是那些无论社会发展如何变化，
都可以让我们应对万变的思维方式。这就是我们的思维能力。升级自己的思维方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提高我们的竞争力和应对各种挑战的能力。不要因为你所犯的过错而感到内疚，你仅仅是一个普通人，你可以做的就是从自己的失误中汲取教诲，承认不存在所谓的完美这一事实。我们的目标是全心全意地遵守自己的道德准则，一生致力于成为一个有尊严的人，而不是像神明那样完美无瑕。总的来说，提升智慧不仅是对知识的积累，也包括对生活的理解，对世界的洞察，以及对自我认知的深入。智慧是将知识、经验、理解和洞察力融为一体的能力，能帮助我们在生活中做出明智的决定，解决问题，应对挑战，以及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要提升智慧，我们需要保持学习的态度，勇于探索新的领域，尝试不同的经历，接触不同的人和文化，以及反思过去的经历和错误。同时，我们也需要培养全球视野和文化意识，以适应全球化的时代和各种文化差异。在此过程中，我们不应害怕犯错，而应从错误中学习，提升自我。每个人都有犯错的可能，关键是如何从中学习，提升自己。最后，我们需要保持谦逊的态度，尊重他人，接纳不同的观点和文化，以及承认自己的局限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提升我们的智慧，成为一个更为智慧的人。愿你我在追求智慧的道路上都能取得丰硕的成果，实现我们的潜力，成为我们理想中的自我。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